欢迎来到热点新闻频道，请订阅并关注以获取最新资讯。邓为破釜沉舟转型，从涂山璟到疯癫查硕寻，内娱小生的突围挑战有多难？当爱奇艺、优酷同时官宣云秀行6月20日上线，很多人先看主演名单，看 IP 出处。我第一眼盯到的是男二查硕寻，饰演者邓为。一个被长相思封成古装天旋脸、美强惨天花板的人，下一次亮相，居然是3年前拍的羁押剧里演疯批反派，还一人分饰正邪双角。时间节点尴尬，角色风险极高，再叠加他这2年带爆小生的起伏，基本就是把30岁这道坎当悬崖在跳。先把盘面摊开，云秀行拍于2023年。10月杀青，原本是标准的古装权谋爱情配置，改编自经典 IP《彩云国物语》，36集体量，女性科举入仕加帝王白切黑加感情线拉满，放在当年的市场，妥妥一张安全牌大 IP， 宫廷权谋皮，内核还是恋爱古偶。但真正播出要等到2026年，3年间行业完成了一次换血。广电内容管控升级，爱魔改被严打，平台考核改成路人真实播放量加口碑加文化价值，传统工业甜宠被打穿，权谋群像、历史清正剧非一项古装成主流。你能想象吗？这部剧是按照2023年的审美做出来，却要接受2026年的审判。邓为的个人时间线同样错位。长相思让他从4、5线小演员瞬间被拉到可以独当一面男1号的高度。涂山璟那个角色温润、隐忍、狡黠，心机全写在细节里，观众嗑的离谱，他台演是神性。垂眸是预感，转身连影子都在写 BE 文学，这种评价不是粉丝滤镜，是路人自来水。靠这一脚，他直接把普男标签脱掉，站进古装赛道第1梯队，但副作用也很明显，定型风险，角色滤镜过强，后续作品被拿放大镜对比，甚至形成角色及本人的公众印象。就在这种情况下，云秀行里的查硕寻被翻出来了，角色设定极端，白天的正室是温润贵公子，晚上切到楼启言，性格很立式血，典型白切黑加疯批。有红衣大婚后直接跳楼，只为让女主一辈子记得她的名场面。原著形容查硕寻是线条流畅、古典韵味的秀丽美人，邓为路透被夸妖孽美男，瘦削脸型，眼角眉梢写着忧伤和凉薄，冷着的时候是冰，看到喜欢的人那层冰立刻化成粘人的柔情。说白了，这是一个靠极端反差和危险感吸人的角色类型。你再看他团队选择这条路的方式，就知道不是误打误撞。在涂山璟之后，他们本可以沿着温柔白月光男主加平台甜宠本子一路吃红利，3年躺赚流量很轻松，广告商也爱。但他们反着来，一头接长这类继续巩固仙气古装路线，稳基本盘和商务，另一头主动去和大江大河3团队接触，谋现实题材，为日后冲击奖项准备履历，同时把云秀行这种疯批反派保留在排队中，等羁押剧解封。这是典型双线并存加一条险路的策略。险在哪？先说行业环境。2026年的观众已经对无脑工业糖精高度免疫，古偶之卖糖不讲逻辑，第1周话题还能冲一冲，很快就会被吐槽埋掉。平台不再看艺人粉丝控评，而是看真实播放和口碑。云秀行作为羁押剧，服化道技术层面很可能显得过时。剧作本身如果还是偏恋爱向，会直接撞上新的审美门槛。此时邓为在里面的角色，正式身份还只是2番男二，但舆论给他的要求，却是你的用这个疯批证明自己能破涂山璟的局。再说他个人的时间成本，
邓卫今年已满30，从《长相思》爆火后，他曾一度坚持坚守一番男主，拒掉不少本子，结果是有文章在2025年6月点名1年半未拍戏，待报小生困境暴露，事业瓶颈显而易见。这话狠，但现实。新一代10几岁男演员不停冒头，行业去流量化又拉高了演技和作品类型的门槛。他再不往外走一走，很容易从带爆滑向过气。在这个节点，选择以疯批反派做一次高风险转向，确实更像一场豪赌。豪赌的结果能有几种？第一种，演技被质疑，观众会说，演温柔美男还能靠气质撑，真到复杂反派，层次和控制力就露馅了。那种笑里藏刀，邪性和美感的平衡，一旦拿捏不好，要么变浮夸，要么变没存在感。第二种，选择被炒急于求成，大家会解读为他在根基没打稳时就急着撕标签，结果证明涂山璟确实是天花板。第三种最致命，彻底把只能演温柔美男的印象锚死，从此古装美男不再是褒义，而是职业天花板。第四种是最现实的连锁反应，黄金发展期被拖累，后续资源被动，平台和制作方会犹豫要不要为一个口碑不稳的小生再砸那么多钱。但我们也不能忽视另一面，为什么这些风险反而让这次自毁式转型显得有点必要？想想朱一龙，他在《镇魂》爆火后，没有继续吃单改红利，而是直接把自己扔进叛逆者这种民国谍战里，再到人生大事这样强情绪现实题材，去演刑满释放的殡葬师莫三妹，形象颠覆，表演颗粒度变粗，行业给出的评价是不是在演林男生？他就是林男生，最后收获口碑和奖项，这叫用作品证明，而不是用热搜续命。肖战是另一种打法，他有顶流的体量，却明确表示不想要一些华而不实的东西，主动排除看上去光鲜但无成长价值的角色，既演年代戏梦中的那片海，又去电影甚至话剧《如梦之梦》里打磨表演，把偶像往演员方向拽。两个人的共通点是，都离开了自己最安全的那个坑位，哪怕外界不理解。邓卫比朱一龙当年更年轻，拥有接近肖战级别的流量潜力，但他的代表作太集中在一个类型上，《长相思》带来的角色滤镜太强。观众现在看他，已经不是看新面孔，而是盯着他能否突破涂山璟。在这种前提下，他如果继续接温柔古装男主，短期成绩不会太难看，但3-5年后很容易被下一个古装天选脸替代。对一个想靠这个东西站稳的演员来说，这是更慢、更温水的自毁。也正因为如此，我反而能理解那个横店群演朋友的观察。他说，去年冬天赶夜戏，看到邓卫拍一场带算计的表白戏，从晚上9点拍到凌晨3点，导演喊卡后，他一个人蹲在角落里缓了10几分钟，不像累，像在跟自己较劲，叫我到底能不能靠表演站稳。这不是专业分析，但很抓人，因为恰好戳中了演员的永恒命题。你是要靠脸混3年，还是想靠作品活10年？回到一开始的问题，演员该不该急着打破舒适区？我不觉得答案是简单的该或不该，关键在2个前提：一，你有没有基本盘可以承受试错；2，你选的破局方式是不是只为制造噱头。邓卫现在有涂山璟打底，有一部分稳固的古装粉和商务青睐，这给了他一定缓冲带，所以他一边用长接长这种安全牌维持曝光，一边压住云秀行这类剧里高难度角色。这不是盲目冒进，而是有梯度的冒险。至于茶硕巡楼启言是不是一个好的破局点，要看成片里角色写得够不够立体，留给演员的空间是否真正存在，而不是只是疯笑大吼的外壳疯批。所以
我怎么看他这次自毁式转型？从职业路径的角度，我是看好的，因为他至少做了3件事：意识到了定型风险，愿意付出演技风险而不是只赌人气，愿意在行业变局中主动调整赛道而不是被动等机会。从结果角度，他当然有翻车的可能。云秀行作为2023年的库存，未必能完全匹配2026年的口味，它的封批表演也未必一次就成熟。但在一个古装美男保鲜期可能只有4个月的市场里，不动才是最大的自毁。至于这次豪赌最后会成什么样，就交给播出那天的数据和弹幕去说吧。行业向来现实，市场最终会用数字说话，希望如此。